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不断。昨天，菲方刻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予以规制。中国海警始终严阵以待，随时坚决回击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3月5号，菲律宾违背自身承诺，刻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出于人道主义，对非运送必需生活物资的1艘船只作出临时性特殊安排，现场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期间，菲海警4407号船无视中方一再警告，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21555艇，导致发生轻微刮蹭，责任完全在菲方。菲方言而无信，蓄意碰瓷滋事，恶意煽宣炒作，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始终严阵以待，随时坚决回击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现场影像证据显示，菲方船只危险接近我海警21551艇，并遭中国海警警示性水炮喷射。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了强烈抗议。毛宁指出，中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一段时间来，中菲双方就妥善管控仁爱礁局势保持沟通，菲方再次违背其向中方所作承诺，在仁爱礁海域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再次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海上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中方将继续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菲律宾参议院通过所谓的海洋区域法案，毛宁指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菲律宾参议院通过所谓的海洋区域法案，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把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其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毛宁指出，菲律宾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单方面提起国际仲裁，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菲律宾打着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推进所谓海洋区域法案立法，企图给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和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这样的法案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规定，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是地地道道的恶法，将不可避免加剧南海局势复杂化。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美国大选党内初选阶段最受关注的超级星期二正式启动。超级星期二是争夺党内提名的关键之战，不同于之前数周分散的模式，这一天往往是10多个州在同一天选举，决定了两党1/3的票数走向。I think, like most people, that Biden's too old and Trump's a little too crazy. And she seems to be somewhat normal. 有美国媒体指出，超级星期二将是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严阻特朗普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机会。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看到拜登和特朗普二人再次在总统选举中对阵，并对他们的执政能力表示担忧。然而，美国《纽约时报》5号刊文称，2024年的超级星期二缺乏戏剧性。
The presidential race is pretty much settled now. Former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Biden are almost certainly going to win almost all the delegates. Sometimes presidential contests went on until May or June, but not in 2024. We're going to settle this in March and pretty much definitively on Tuesday, Super Tuesdays. 初选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一阶段，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竞选人在此期间争夺各自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超级星期二是争夺党内提名的关键之战。不同于之前数州分散的零售式初选，超级星期二往往是10多个州在同一天选举，决定了两党1/3票数的走向。不过，根据此前美国4个州的初选，作为现任总统的拜登若寻求连任，在民主党内并没有挑战者。此前，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了超95%的选票，在密歇根州赢得了超80%的选票。与此同时，官司与争议不断的特朗普已赢得除华盛顿特区外其他多州的共和党初选。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5号举行选举的多个州的支持率领先于黑利。有美媒称，在超级星期二之后，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将继续扩大。有美媒称，拜登和特朗普最早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分别提前锁定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面临的阻拦不断，拜登方面也不得消停。据塔斯社5号报道，美国记者卡尔森于4号在采访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顾问道格拉斯·麦格雷格时表示，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数千万非法移民抵达美国，该数字超过美国几个州的人口总和。他认为，美国若不阻止非法移民，将面临罗马帝国灭亡的命运。The Roman military, its legions, became dominated by non-citizens who, in the end, because they weren't loyal to Rome, turned against Rome's citizens. 此前，特朗普呼吁民主党政府立即关闭边境。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六夜现场节目则播出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几段模仿秀，借此讽刺拜登作为81岁总统候选人的灵活。Saying about Biden is true. You want to call him? Let's FaceTime him. Hey, all right. It's Gavin Newsom. Mr. President? Hey, hold on. I'm just going to turn up the volume. Just got to find a button. There we go. Well, looks like he hung up.